因为我以前就相信我们自己努力，大概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可是在，我们的努力的过程中啊，常常遇到很多挫折，也遇到很多困难，有些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掌握的。那有一次有一些机缘，我就跟陈老师谈到这个事情，那陈老师就很热心的来帮我们看了我的办公室，也帮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啊，继续讲这个。对啊，你调整完之后，前后的差距在哪边？在这之前，我们几乎每天，在这之前，我们每天都工作到非常的晚，跟我的选手一起工作到非常的晚，每天都很认真的工作，但是就是生意很不好，几乎没有工作交给我们。我们的公司，我跟我选手成立的公司几乎是没有工作，几乎是没有业绩。但是等到陈老师帮我们调了以后，我们的工作几乎是，我们以前是熬夜熬到半夜，但是没有半点成绩，没有半点工作。啊，等陈老师帮我们调完以后，我们每天也是要熬夜熬到半夜，身材不能睡觉，因为工作多到让我们几乎是做不完。这个过程其实是在陈老师帮我调之前，我是完全不相信，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其实对这些完全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也不相信。可是陈老师让我很佩服的是，在他看的过程中，他其实是不谈怪力乱神，他其实加了很多的科学的观念，而且加了很多让我可以信服的一些理念在里面，所以让我在他看了之后，看了之前改变的非常的大，这是我打从心里面想要表达的。但是据我所知，其实李先生他也没那么容易相信，还先介绍他的一个律师的朋友，对，来看他律师事务所，没有错，然后听他讲完之后，这个应该让我讲，这应该让我讲。其实我在这之前，我先介绍给我律师，但这并不是我要害我律师啊，是我的律师他很信这个，所以我的律师先找了陈老师。可是律师也找了陈老师以后，每次见到我就跟我说，他案子多到做不完。我那个时候还以为他只是很客气，我讲这都真的，我还以为他只是客气啊，说啊可能是很感谢我介绍我的同学帮他看啊什么等等的。可是讲太多次了啊，我就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我的同学，说我们的律师有表达这样的意思，要给我的同学知道。那等到我的同学来帮我看了以后，我终于能体会我的律师的感受，因为我也跟我的律师有一样的抱怨，也是让案子多到让我做不完，也案子多到让我好几天不能睡觉。我曾经三天没有睡觉，而且是好几个3天没有睡觉。这个可以讲吗？可以啊。14天加起来只睡14个小时，但这都不是做白工，因为我们是做得很开心，跟我的选手一起做得很开心，因为我们是有成绩的。那现在这个成绩也让我们在短短的2年，我的周遭的朋友也几乎不能相信，在短短的2年，我们从没有工作到现在。让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赚到的钱买了一栋1到9楼的办公大楼，而且是在台中蛮好的地段。这样。大家好，我是陈龙宇。大家好，我是安奈美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李志忠。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录这个影片哈？是因为李志忠老板啊，他送了一个匾额给我。那当初因为他有承诺说他有朝一日辉煌成大的时候要送一个匾额给我，对，因为我帮他调养仔。是。那他是我在虎科大的同学。是。那今天他履现他的承诺就是送了一个匾额给我。那我就顺道跟他做一个采访，问他说，那调完养仔之后这几年来他的一些变化。是。那问题由我们助理来提问好了。公司在
水调整之前，生意的经营状况如何？当时遇到的难题是什么？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要先感谢我的同学，也是我们的老师陈龙宇老师，因为在他来帮我们调之前啊，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员工是有实力的，我们也是有目标的，但是在陈老师来调之前，我们觉得我们完全没有机会，没有任何的机会，而且就算遇到难关，也没有解决的方法，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这是在陈老师来调之前，我们公司遇到的问题是这样。那您第一时间感受到风水调整以后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是我们的努力也会得到回报，而且就有很多的机会进来，而且遇到的困难也都有人也有方法可以帮忙解决。我补充一下哈，这个一般人以为说调完阳宅之后，那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然后钱就下来，或者是就成功了，这个不可能这样子哈，你一定要自助，然后才会天助，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努力。好像那个李老板他就非常的努力，所以我帮他调完阳宅之后，我也很有信心说他一定可以成功。没错，这是真的。我补充一个，在陈老师来调之前我们是一样也很努力，但是会感觉到没有回报，也就是我刚刚讲没有机会，没有回报，而且我们会感觉到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陈老师帮我们调之后我们一样也很努力，但是我们慢慢发现这努力是有收获的。听李执行长分享说，最近公司有接到将近10亿的大订单，请问你觉得风水调整在这件事上到底有多大的帮助？在接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其实不但我们在之前累积我们自己的一些实力，其实最重要的还遇到了许多的贵人。那在沿路上都会遇到有贵人帮我们解决问题和开拓我们未来的机会。这是接到这个案子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工程大概将近10亿，将近10亿。我觉得陈老师帮我们调整，刚刚前面就讲到，陈老师帮我们调整之后绝对是像他讲那样子，不是说调完以后在家里等着机会就掉下来，钱就掉下来。他会调了以后，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是有回报的。这个回报不一定真的会反映在金钱上，因为它会给我们拢聚了很多，不但是机会，而且是人脉，而且是一些好的事情，会持续的一直发生。就算中间遇到不好的事情，也不会把我们击倒，会让我们很容易跨得过去，这样子。请问在调整风水之后，您有没有收到其他人对公司变化的回馈或是评价？有，给陈老师调整之后，我们所接到的那些工作其实不敢说100%吧，但是绝大部分业主对我们的评价都是正面的，要不然我们不会一直进步中那但是可能会面对到另外一个产生的问题，就是同行竞争的压力会很大，给我们的压力会很大，这正常的啦，不招人忌是庸才是庸才，谢谢。如果要你给一些也在困境中的企业主一些建议，请问您会跟他们说一些什么话呢？努力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但是没有人的帮忙，其实这个努力常常会让你觉得没有什么意义那这人的帮忙我想包括你自己的实力累积出来，可以跟你一起共同打拼的人以外，还有一个你要找一个好的阳宅老师，他只要帮你指点一下，你有很多工作上和生活上的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而且你会觉得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调完阳宅之后，我们住在里面的人磁场会变化，它会变得各方面的磁场比较好。那磁场好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自然就容易遇到跟你一样磁场好的一些贵人来帮助你。对，那这样子当然成功率就比较高。对。请问你为什么会送这块匾额给陈老师呢？我会送这个匾是第一个，我们是存着很感恩的心，很感谢既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贵人陈龙宇老师来帮我们做了一些调整，而且我本来是不信这个的但是他来说，我对他是很有信心，因为他以前是我们学校的第1名，在科学上面都是造诣都是非常的深的，成绩都非常好，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就对他会比对别人更有信心。到后来他来我那边，他跟我讲的，跟他
使用的一些器材设备都是经过一些科学的挑选，然后他所看的那些项目都会提出科学的证据，所以我对他讲的是非常的幸福。结果看完之后的结果也印证了他的看法跟想法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他这一路帮我们忙。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至少到今天为止他给我们的帮助，陈老师给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送这块匾来，除了感谢以外，包括上面的字是我要送给陈老师的。陈老师教我们的不是迷信，陈老师教我们的是用科学的态度去面对一些我们平常都没有在注意的一些古老的传统的一些学问。好，那谢谢我们今天李志忠老板亲自送匾额过来。